一个日兵划开怀孕女人的肚子，将腹中的胎儿挑了起来，手段残忍到一旁的男人吓得面不狰狞。就在刚刚，一群日本人准备糟蹋这个即将临盆的中国人，而女人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但暴躁的鬼子直接朝她肚子上猛踹一脚，女人痛苦的瘫软在地，逃生的本能让她迫切的往外爬，而毫无人性的鬼子边追边踹，又将刺刀伸向了她的肚子。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将襁褓中的婴儿拎起来，扔进了不断翻滚的开水锅里。这丧尽天良的行为发生在1937年南京城内的真实一幕。自从日军攻占六朝古都南京，军官下令战俘和伤兵一个不留。仗打得很艰苦，士兵们的情绪都很紧张。驻军纪3天，慰安所应尽早建立。南京城里家家都是慰安所，每个中国女人都是慰安妇。是。此话一出，日本兵开始疯狂起来，他们见人就杀，所到之处绝不留一个活口。他们冲进一户正在吃饭的人家，带住女人准备实施暴行。家中男人起身反抗，却被一刀毙命。老太太见状，急忙让2个小孩从后门逃走。随后他们一直被折磨到晚上，老太太苦不堪言，腿上已满是血迹，一旁的儿媳也被折磨致死。仅仅1个晚上，南京城内已满是疮痍，军官还无耻地展开了杀人竞赛。此消息一经公布，让本就疯狂的士兵更加丧心病狂。南京城到处都是日军杀人的场景。一个躲在寺庙里的孕妇不幸被发现，旁边男人想上前帮忙，却被打倒在地。鬼子无情地划开孕妇肚子，尚未出生的婴儿就这样暴露在空气中。日军完全丧失了人性。一天下来，士兵们还在炫耀起自己的杀人战绩。连队正进行第2轮比赛。上次我杀了105人，你比我多1人。这次我准备以150人为目标。假如所有的日本人都像阁下这样勇猛，就可以消灭中国1半人口，那就容易管制多了。他们视人命如草芥，甚至为了测试自己的宝刀，将老百姓绑在树上，7条鲜活的生命，转眼就成了日军刀下的亡魂。他们开始变本加厉，肆无忌惮地闯入洋人设立的难民安全区，谎称要检查违禁品，实际上是为了搜刮难民身上的财物。西洋人也无能为力。随后又将几万难民关押在一起，3天不给吃饭，这样使他们失去反抗能力。随后日军一次带走10个人，每出去一批枪声就响一阵。有人已经意识到危险，但还有的人对天生冷血的野兽抱着一丝希望，以为日军不敢枪杀这么多人。但很快希望就变成了绝望。而另一边鬼子的行为更是令人发指，他只是为被鬼子糟蹋后的女人披上一件外衣，但没想到正是这个举动让他丧失了命根。原来是个风流和尚，也让你过过瘾，机会难得，和尚也尝尝肉香。日本兵扒下和尚的衣服，逼迫他当众强暴，被扒光的和尚誓死不从，最终被愤怒的鬼子一刀斩了命根。在南京大屠杀期间，男女无一例外被日军屠杀，而且所有女人都会遭到非人对待，越是清秀的女人下场越凄惨。日本兵将南京城的女人抓走还不够，又到洋人设立的避难所里抓走了300名女人，谎称只是过去为他们洗衣做饭，但实际上他们却要遭受非人的折磨。安全区内的男人也不例外，他们被集中在一个仓库里，日军将他们分为10人一组，然后拉到江边进行射杀，谎称是给新兵进行军事训练。即使机枪手们早已疲惫不堪，但他们依旧轮换着进行屠杀，卡车一批一批的送，机枪一群一群的扫射。江边上早已堆满了无数尸体，但日军还是不断将人用卡车运。看着堆积如山的尸体，众人纷纷逃离，可大家又怎么能逃得掉？在冰冷的枪火下，2万多名同胞的生命停留在这片土地上。这里不光有老百姓，还有中国兵。但是很快鬼子开始收敛了，因为各国记者马上就要抵达南京，如果让他们看到遍地的残骸，日本的伪装自然就装不下去了。中岛让手下将尸体清理干净，但看看这偌大的工程量，运输工具又很少，挖地坑填平了还是不行。最终中岛几人商量，再去多抓点中国百姓当苦力，让他们放火烧了尸体再投入江中。大火瞬间就燃了起来，浓浓的黑烟布满了整个天空，江面被映成了红色，刺耳的声音也在江边回响，那不是笑声，而是无数冤魂的呐喊。最后士兵们又将这些苦力解决掉，可毫无人性的他们仍不知悔悟，依然藏不住他们兽性般的欲望。城里的人都抢得差不多了，他们又把手慢慢伸进了城边的寺庙。日军可以为了一个手镯将女人的手砍下，也可以为了训练新兵的杀人胆量，将数名中国人绑在树上，随后砍下他们的头颅。干得不错，这种用活人来锻炼的实力很宝贵，平时不可能，只有在战场上才有机会。这时日本记者赶来，想要拍一组照片作为纪念，可日本兵却告诉他，周边村落的百姓已经都杀光了，无法满足他的拍摄愿望。这时一名汉奸站了出来，建议日本兵去南京城内抓人，但鬼子军官觉得麻烦，他看了看这个中国汉奸，随后让他跪在地上。见鬼子举起了刀，旁边男孩大喊一声：“爸爸！”别嚷嚷，爸爸在工作。这时相机的咔嚓声响起，男孩被这一幕吓懵了，一旁的鬼子军官却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这些胜利的鬼子穿着人模狗样，他们有预谋有计划，有组织的大屠杀行动中，30多万南京百姓命丧黄泉，但他们依旧烧杀抢掠。一箱有一箱的文物被鬼子搬出城外，六朝古都南京已被洗劫一空。随后日军再次闯入洋人的避难所，借着发放良民证继续实施杀害。
这也是当年难民登记领证的真实影像。日军强迫百姓向长官鞠躬，一个热血青年誓死不从，烧死他！结果被日军倒上汽油活活焚烧，伴随着青年的惨叫。打倒日本帝国！这时鬼子却说：“杀一儆百是中国人的一句老话，这个民族需要重新调教。”然而难民的噩梦并没有结束。领了良民证的男人刚回到家，发现自己的妻子已被折磨致死，而一旁的老母亲也已经奄奄一息。男人冲进来拿出良民证，却还是被残忍杀害。看到这一幕，老太太没有任何波澜。到了晚上，老太太正准备和死去的儿子儿媳一同结束自己。这时，2个死里逃生的孙子回到家，没法活了，你带好弟弟，活下去。恰巧这时日军路过此地，2个禽兽上前撕开女孩衣服，老太太无能为力，只能将男孩推出门外。她彻底绝望了。为了阻止鬼子的暴行，老太太一把将桌上的油灯打翻，最后和日本禽兽同归于尽。火势迅速蔓延，男孩只能远远地看着奶奶和姐姐，连同房子被烧成灰烬。这是一部纪录片式的电影。很多人说中国拍的抗日电影过度夸张，可是不残酷又有谁能够觉醒？真实远比看到的更加惨烈，一场又一场的屠杀，一次又一次的强奸。影片中所展现出来的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。也有人说放下历史原谅过去，可当你看到这些无辜百姓，看看这些被活活焚烧惨死的先辈，又有什么理由去原谅去放下？我们如今有好归有好，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历史。